唔使做，飛得啦！人生從來未試過咁 like， 心情同個飛機一樣咁 high 啊！哈哈，呢個係咪就係大家成日都夢想緊嘅情景呢？實情就係當時我辭職嘅時候，正值係呢個肺炎嘅初期，全城恐慌之下呢，我係着成咁樣去飛嘅，一啲都唔 like。Anyway， 好多人呢都以為辭職退休唔使做咁就正啦，日日去呢個海邊享受，行街食飯，約下 friend， 去旅行做乜嘢都得。嗱，真㗎，我真係日日都喺海邊嗰度行嘅，仲睇埋韓劇。埋啲人呢喺屋企個廚房度做烹飪添。不過對我呢個由16歲開始日做夜做未停過嘅人嚟講，突然要我每日食瞓同埋做家務，仲要揾嘢去過日神呢，行足3個月嘅海邊，信我啊，一啲都唔好玩。記得有一日我終於忍唔住，我喺個街嗰度呢係喊咗出嚟，因為我覺得真係自己毫無價值。嗰一刻呢，唔知係咪連個天都知我要同人講下嘢咁，突然我見到一個外國人喺度同隻狗散步，於是呢，我就深呼吸。就去問佢啦，你係唔係識講英文㗎？佢個樣係嚇一嚇，因為有個喊緊嘅女人呢，無端端走嚟同佢講嘢。我就話啦，我啱啱搬嚟韓國，咩朋友都冇，想識多啲呢，同我一樣都係外國人嘅人。咁我日日好無聊冇嘢做，想融入下社區，問佢有冇介紹啦。於是佢就話我知啦 ，Facebook 呢有個 group 嘅，叫我自己 join 啦。其實呢，佢係好冷淡嘅，我問一句佢又答一句，所以呢，我都同佢講拜拜啦。同佢講完之後呢，我真係覺得舒服啲。但係呢，我覺得呢，我走呢，其實佢仲舒服過我，因為我其實覺得佢唔想同我講嘢。我覺得舒服咗啲呢，其實就唔係因為佢嘅，係因為我覺得呢，喺一個咁辛苦、好無助嘅時候啊，其實我仲有能力做嘢嘅喎，就係鼓起勇氣喺唔開心嘅時候呢，揾人去幫助我。之後韓仔都鼓勵我將自己有熱誠嘅嘢呢分享出去俾人，於是呢，我就成立咗呢個 Rain is Here 啦。IBM 嘅前 CEO 佢就講過啦，成長同埋舒適係不能共存。要知道呢句話嘅意思呢，首先我哋要知道 comfort zone， 即係你個舒適圈係乜嘢啦。呢度係你個舒適圈，俾你一個好安全嘅感覺。但係你睇到啦，呢個圈呢其實係好窄。仲有壓迫感添，更加似係你自己將自己鎖喺裏面，走又走唔到出去，但係又冇辦法將佢變得大啲喎。一啲高難度嘅挑戰，譬如辭職，或者一啲簡單嘅挑戰，譬如鼓起勇氣同一個陌生人講嘢，你就會由呢個舒適圈進入呢個恐懼圈。但係當你克服到恐懼，將呢個問題變成挑戰，呢種力量呢就會將你由呢個恐懼圈帶到去呢個學習圈 （learning zone）。呢度呢有啲似我啱啱開始 Rain is Here 嘅時候，因為想做好啲影片啦，所以一直以嚟我都不停咁樣學點樣去提升呢個影片嘅質素。隨住你個學習速度加快，呢一個學習圈呢嘅擴張亦都會加快，從而呢你就會進入呢個成長圈，成個世界進入你前所未見過咁大嘅地方。你可能已經達成以前定落嘅目標啦，你開始可以 dream 更大，因為呢你嘅能力大咗。喺度我都想大家幫我一個忙，就係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依家我哋嘅 channel 呢大約有44%嘅觀眾呢已經訂閱咗，我希望呢個數字呢去到50%。你哋一個訂閱呢絕對係可以幫到 Rain is Here 呢走得更遠。唔該晒。著名嘅心理學家 Carol Dweck 呢，佢就曾經做過一個簡單嘅教學，教一班學生腦部一個非常之有趣嘅反應。佢同學生講，當我哋嘗試新嘅事物或者係面對挑戰嘅時候呢，大腦係需要揾到一個新嘅解決方法，於是用嚟傳遞信息嘅細胞，即係神經元呢，就會開始建立新嘅連結，去幫我哋應對唔同嘅情況。呢個過程會令到大腦變得更加靈活、更加強壯。科學家呢，就叫呢個變化為神經可塑性啦。重塑神經除咗可以改善我哋嘅創造力，亦都會令你有更高嘅解難能力。而當我哋成功克服呢啲挑戰嘅時候，大腦咧仲會釋出一個叫做多巴胺嘅化學物質，令到你覺得開心。更加有趣嘅就係有上過呢堂課嘅學生咧，佢哋之後嘅數學成績都持續上升，但係冇上過呢堂課嘅學生，佢哋嘅數學成績咧就一直下跌。Carol Dweck 將佢哋分成兩類人，成長型嘅思維 （growth mindset） 總有辦法嘅。諗下點樣搞，再試過啦，練多幾次咪得咯，我會做到嘅。另外一種就係 fixed mindset 固定型嘅思維，嘿，我天生就唔係呢範噶啦，我做唔到好似佢哋咁噶啦。如果要咁辛苦做，應該就唔啱我做噶啦。Carol Dweck 嘅總結就係，如果你將呢個挫折變成為學習嘅機會，而我哋個腦又係可以重新塑造嘅話，咁樣睇，我哋嘅潛能其實係會變成無限，而且可以變得更加
加強大。雖然接受改變係令好多人都會好驚，但係如果持續做一般人都做緊嘅嘢，你最後亦都可能只係會變成一個一般人。雖然做 YouTuber 咧就唔係一般人做緊嘅嘢，但係成個 YouTube channel 咁多嘢整，如果要我學好整好影片，仲要咧重新學 coding 整埋 Ring-eSEA 嘅 website 咧，即係我係鐵人都未必搞得掂。要我從頭學起點樣做 Ring-eSEA 嘅 website 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今日咧我得到 Odoo 贊助今集影片，介紹咗一個咁好嘅 website builder 咧俾我用咗1個鐘咧就整好網站啦，真係咧豬都識整。首先你只要話俾 Odoo 知你想整咩類型嘅網站，好似我咁想做一個財經知識平台，然後揀網站嘅顏色，我平時咧就中意用呢隻色嘅，然後呢度 Odoo 就會提供 AI 生成嘅設計俾你揀，仲會幫你配合好晒成個網頁嘅排版添。入到去之後，當然你仲可以揀唔同嘅 block 去砌你想要嘅設計，只要一拉一放呢一個左圖右文嘅 block 咧就 OK 啦。至於網站上面嘅內容，我就會用 AI 幫手將一啲初步嘅內容出嚟，然後咧自己再細執，咁就慳翻咗我好多時間啦。我哋 fast forward 去睇下我最後嘅成品，成個界面係非常簡單易用，係我用過最好用嘅 website builder。你哋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資訊欄連結，開始咧15日嘅免費試用，或者同 Odoo 嘅 expert 咧聯絡傾下啦。按照翻頭先 Carol Dweck 佢嘅理論啊，有一個強大嘅 mindset， 當然可以幫我哋實現好多目標啦。但係點解仍然好多人無論喺財務上仍然未得到自由，甚至有呢個財政困難？究竟邊度出現問題呢？每日俾40蚊買杯咖啡，坐車咧就30蚊一日，60蚊買一個茶記午餐，100蚊咧買一個似樣啲嘅晚飯啦，加埋壓力大，買30蚊零食或者整件 cake 都好，50蚊打機課金，每年咧就旅行1至2次，咁樣計埋咧，你一年就用咗143150蚊啦，仲未計你嘅住屋、保險同埋你借錢要還債嘅開支。呢個咧其實就係好多香港嘅月光族嘅寫照。報告就指出，全球有2/3嘅人咧係財務文盲，即係理財唔好，月清袋，仲分分鐘爭人好多錢添。係啊，即係大部分嘅人，包括你，可能連日常點樣去 manage 你嘅開支同埋收入咧都唔合格。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去控制你嘅開支咧，就係追蹤自己所有嘅支出啦。我做咗一個免費嘅財務追蹤表啦，呢度咧係一個好 handy 嘅工具，記錄翻咧你每個月嘅開支同埋收入，再細分為咧唔同嘅類型。因為記賬係令你可以見到晒自己嘅使錢記錄，所以咧你就可以針對性咁樣咧改善翻自己嘅習慣。呢度仲可以記錄翻你嘅儲蓄啦，同埋負債，更加容易咧知道係咪自己使大咗啦。咁支出咧就唔係淨係講喺你平時就係用咗咩嘢度，食咗啲乜嘢度，買咗啲乜嘢。債務咧都係一個最大嘅支出課題。好多人咧唔知道過度消費嘅代價咧其實係極高。如果你係一直只係還呢個最低還款額，要用19年嘅時間咧先還清所有嘅錢，而利息咧仲要係你原本借嘅錢嘅12倍。當然如果你要每個月還得更多，你要俾嘅利息嘅支出咧就更加少，用嘅時間亦都短好多啦。信用卡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佢隱藏嘅費用。雖然咧用信用卡買嘢好方便啦，但係如果你每個月唔係還清晒你所爭嘅卡數，你最終要俾嘅利息可能仲貴過你本身件嘢嘅價錢。咁去償還債務咧嘅策略有好多種，我自己咧就會推薦你用呢個雪球法。呢一個方法咧就好似打心理戰咁樣，一個人咧如果可以成功完成一個細嘅目標，佢咧就會更加有信心去做下一個更大嘅目標。所以呢個心理策略咧就好似雪球咁，由細嘅雪球滾到大，就算最細嘅卡數5000蚊，佢嘅 APR 啊係高過你嘅另一筆嘅卡數，唔緊要。依家咧嘅目標只係完成一件事，所以咧還完5000蚊，下一步咧先去還7000，之後咧先還1萬。但係如果你係好慳，仍然係月光族嘅話，你有嘅就唔係呢個支出嘅問題，係一個收入嘅問題。一講到收入，網上啲留言咧就真係好精彩。我係窮二代，投資係有錢人嘅玩意，老過一輩食晒條水，佢哋就正啦，買晒樓等退休。我哋啊真係生不逢時啊！呢種受害者嘅文化咧喺網上面係好普遍，啲人咧會互相比較邊個更加慘，有人咧就會埋怨自己比唔上啲朋友，冇食到 Omakase， 一年飛唔到3轉日本。哎呀，28歲啦，仲未上車買樓，好似喺度講你慘，我慘過你啊！如果我哋睇翻千萬富翁，佢哋喺全球嘅人口裏面咧，大約佔1.5%，當中有80%人就指出佢哋冇呢個富爸爸，亦
亦都冇繼承到遺產。咁你估下裡面有幾多人係年薪過百萬呢？答案係只有31%嘅人喺佢打工嘅時候，佢係賺極高嘅人工，即係話大部分嘅人都係非專業人士，而且係白手起家。咁我哋可以點樣解釋呢啲人做咗啲乜嘢呢？點先可以成為佢哋嘅其中一個呢？係收入啊，同你唔一樣。呢啲千萬富翁，佢哋用咗唔同嘅方法去增加佢嘅收入。收入有好多種，被動收入即係你瞓住覺都賺到嘅錢，譬如存款利息、股息、版權收入、租金等等啦。以前我就有分享過好多被動收入嘅 idea 噶啦。不過當你喺本金少嘅時候，單靠呢個被動收入咧，未必可以足夠咧，等你下個月就即刻退休。亦都因為咁，好多人誤以為咧，投資只限有錢人，有本未有得投資咯。事實係我哋其實係可以同時 work on 喺呢個被動收入同埋主動收入上面。而我認為最值得去花時間嘅收入嘅工具，仍然係股票。Wing，你真係股票上腦係咪啊？又講股票喺呢度呢，我係指股權。有3個方法咧，令我哋獲得呢個股權。第一就係擁有一間公司，即係你去創立一間公司，作為呢個創辦人同埋股東，你會持有股權，但係要付出大量嘅時間心機，同埋咧你有一個技能去幫助解決其他人嘅問題為目標，提供有用嘅產品或者服務啦。當然啦，就算係 freelancer 或者係 contractor 啦，一啲自由業工作者咧，其實佢哋都可以成立自己嘅 self-employed 嘅公司，所以佢哋亦都可以得到股權，而呢啲收入咧會得到公司稅嘅 benefit。我叫呢啲收入做主動式嘅收入。如果你係一個打工仔，亦都有機會擁有一間公司嘅股份。好多公司咧都會俾一啲出色表現嘅員工一啲股份，但係呢個需要一個長期承諾，而且咧不斷提升自己技能。如果你係好中意呢份工，呢個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因為你係可以通過自己嘅努力去獲得更高嘅回報。對我嚟講，最好嘅收入係你嘅回報同努力程度掛到鈎嘅收入。第三就係投資股票啦。最簡單嘅投資股票方法就係將佢變成被動式嘅投資，即係投資喺大盤 S&P 500指數、VOO 啊、SPY 等等。S&P 500即係美國最強嘅500大公司指數咧，自己會汰弱留強，將較弱嘅公司咧自動踢出呢個指數裏面。只要你每個月定期定額咁樣投資，你係可以無腦咁樣咧，唔使擔心升市定係跌市，升就買少啲，跌就買多啲。長期年回報嘅平均咧係10%左右。如果小明30歲就開始投資 S&P 500指數上面，而豬阿玲咧40歲先開始投資，即使小明只係持續投入佢嘅本金10年，阿玲咧投資嘅時間更長，但係去到60歲嘅時候咧，小明可以收到嘅錢係多過豬阿玲近1倍。所以投資就唔係只限喺有錢人嘅玩意，時間咧先係投資嘅最好 best friend。利用呢個複息，越早開始，長期回報咧就越大啦。所以呢度亦都解釋咗點解有錢嘅人佢嘅資產比起基層嘅人主要集中都係喺私人股權上面同埋金融資產上面啦。除咗知道要點樣用錢之外，玩啱呢個 money game 咧先係最重要。唔同嘅階層嘅人咧所玩嘅金錢遊戲都有唔同。普通人玩嘅係面子遊戲，買架靚車、靚錶、靚手袋，食餐好嘅，去多幾轉旅行，將外表風光嘅一面咧喺 IG 嗰度貼相打卡。最緊要喺其他人面前顯得我活得很好。當然啦，前提係其他人冇同樣嘅車，冇同樣嘅袋。如果大家都有啦，咁我咪冇乜特別咯。玩呢個面子遊戲咧，將我哋自己不斷咁樣同其他人比較，咁樣只係會令到我哋越嚟越大嘅壓力，因為要有人輸先會有人贏啊嘛。但係有錢人打緊嘅咧係完全另外一個 game， 真正嘅 money game。錢對佢嚟講係一種工具。有錢人買得最多嘅4樣嘢，第一就係資產，第二就係公司業務投資，第三就係學習或者可以提升自己技能嘅嘢。另外佢哋花得最多錢買嘅就係時間啦，譬如請翻個私人助理、外判啲工作，甚至係一架私人飛機，槓桿佢嘅時間，專注喺達成自己嘅目標上面。IKEA 嘅創辦人 Ingvar Kamprad 咧，20年嚟都係開住同一部嘅 Volvo 車，同埋咧坐呢個經濟艙。巴菲特到依家咧都仲住喺佢喺1958年用3萬美金買入嘅舊屋裏面，開緊一部2014年嘅二手車。李嘉誠戴緊嘅係一隻800美金嘅 Citizen 手錶。真正嘅 money game 係利用錢去實現你嘅目標，而唔係追求外在嘅虛榮。玩呢個普通人嘅面子遊戲咧，淨係會令我哋陷入呢個無盡無窮嘅比較，而令人唔記得咗乜嘢係專注，乜嘢係內心嘅富足。當你揀啱要打邊一個 game 嘅時候咧，你就會慢慢發現自己嘅財務狀況越嚟越好。提早退休嘅真正意義又係咩呢？要幾多錢先夠退休呢？提早退休呢4隻字咧就唔係代表
表你睇下我啊，我唔使做啦，係咪好羨慕我呢？喺 The 4-Hour Workweek 裏面咧，呢本書就講到啦，提早退休咧就好似買保險一樣，其實係為咗最壞嘅情況做呢個準備。最壞嘅情況就係當你身體都唔可以再承受工作嘅時候，但係你仍然需要錢嚟維持生活。咁嗰陣時雖然我唔使再返銀行呢一份工啦，咁但係我記得嗰陣時係一起身就喺度問自己啊，又做咩啊？食啊、瞓啊，定係玩烹飪啊、睇電視啊？咁最尾咧係搞到我係因為日日無所事事，變咗咧係失去埋自我價值，覺得係咪我每日都要咁樣去過日子咧？所以對我嚟講，年輕退休唔係唔再做嘢，而係一種換翻嚟嘅自由，係容許我重新去設計我自己想要嘅生活。譬如我想同邊個做嘢，我想幾時做嘢，喺邊度做嘢，另外有一個選擇性去揀一啲我自己認為有意義嘅工作去繼續去做，去度過我自己每一日嘅時間。咁有啲人就會問啦，咁要賺幾多錢先可以夠買回自由呢？咁1000萬、2000萬、3000萬？事實就係咧，其實好多人就算佢哋賺好多錢啊，佢哋都可能仲會喺度諗唔夠，賺埋今年啲錢唔夠，出埋 bonus 先唔夠，賺埋出年嗰啲錢，出埋雙糧先。咁其實咧，人係一種好貪婪嘅動物嚟嘅，就算賺幾多佢都會諗唔夠。如果要擺脫呢種數字嘅壓力啊，我哋其實要係學識點樣唔去同人比較，學識點樣用更少嘅錢而去獲得快樂。如果你可以停止比較，你就會發覺你自己其實想要達成年輕退休嘅目標金額咧，可能冇你想象中要咁多嘅錢，所以亦都只係你自己先會知道你要幾多錢先至夠獲得呢個自由呢。我呢個影片咧有講到唔同嘅人喺唔同年紀咧，佢哋要儲幾多錢噶啦。好，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